自从有了6只小家伙，赛家每天就多了一件事，撸一撸小家伙培养感情。确实小家伙也非常可爱。从山下买来太阳能充电板，给自己的农庄通上电，进入全新的时代。而赛氏家族秘制的烤鸡手法，那味道也是一绝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家先是到产房给野猪妈妈喂上食物，让它有充足的营养产生乳汁来喂养6只小家伙。而经过这些天在猪圈中的生活，小家伙们的胆子也逐渐变大，一起走出产房来到外面玩耍。对于野性十足的小家伙们，打架追逐也是必不可少的。而后赛家给猪圈里的几只大野猪也喂上一些芭蕉叶，让它们也先填一填肚子。接着赛家拿着大盆开始剥芭蕉，在这农庄内最不缺的就是芭蕉，当然野猪们也非常喜欢这种食物。赛家把剥完皮的芭蕉倒进猪食槽中喂给野猪吃，野猪们一口一个吃的也是津津有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芭蕉和香蕉到底有什么区别？小编也是从没吃过这玩意，据说是芭蕉比香蕉的营养更高。等喂完大猪圈中的猪，赛家把剩余的芭蕉喂给母猪食用，而自己也到了今天撸小野猪的时间了。毕竟感情还是要从小培养起的才好。随着赛家的抚摸，小家伙们也表现出非常享受的感觉。等喂完猪，赛家开始为农庄内的植物忙碌起来，给已经半米高的豆苗藤绕在竹片上让其攀爬，接着再给刚长出不久的玉米和木薯除草，以便于它们能更多的吸取土壤中的养分。毕竟杂草太多会把土壤中的养分给风刮掉。等除完草，给农庄内的鸡也喂上食物。在上次下山时，赛家又增加了些鸡的数量，毕竟养鸡所带来的反哺要比养野猪更快。等喂完鸡，赛家也顺手抓了一只鸡来尝尝怎么个事，把处理完的鸡夹在竹片上，添加上些佐料，开启了今天的烤鸡大餐。经过9、9、81分钟的烤制，夹在竹片上的烤鸡也已经外焦里嫩，色泽金黄。坐在自制的桌凳上，开始了今天这营养丰富的一餐。眨眼到了第2天，赛家背着竹篓到山上采集食材，农庄内的队伍逐渐壮大，赛家也必须每隔1天都到山上收集食材，而这山上也正好有着采摘不完的竹笋。赛家无需耗费多少时间就能采集自己所需的食材，当然今天采摘的这些食材自己也算在内的。而后赛家又到农庄附近的自留地采挖一些木薯，体积较大的木薯只需2颗就足够今天所需的量了。回到农庄，赛家在水龙头边清洗从山上采集回来的食材，把木薯切成小段，然后削去它的外皮，投放进铁锅中，加上些许山泉水，先放在火上煮着。接着再把竹笋切成长长的薄片，等在铁锅中的水煮木薯煮好，赛家开始炒已经切成薄片的竹笋，在锅中添加些许食用油，接着加上些盐和味精，然后用锅铲进行不停的翻炒。等到锅中的竹笋快熟时，拍上几颗大蒜进行调味。如此一顿简单的午饭就制作好了。由于外面的阳光太过毒辣，赛家只能在屋内的地上吃饭。吃完饭，等太阳没那么厉害时，赛家拿出买回来的太阳能充电板进行安装。毕竟要在这里长期发展，电是必不可少的。进行完简单的调试，赛家把充电板放在了厨房的房顶上，然后给放在厨房中的电瓶充上电。而后就到了给农庄内野猪喂食的时刻，给锅中的食物添上山泉水，这是喂给几头大野猪食用的。把食物倒进猪食槽中，几头饥饿的野猪立马哼哧哼哧地吃了起来。而盆中没用水稀释食物是喂给野猪妈妈食用的，毕竟才给赛家生了猪宝宝，营养必须要跟上。在猪妈妈进食时，又到了赛家每天一撸的时候，几头小野猪也已经习惯了赛家的存在，非常享受赛家的抚摸。赛家回到原先自己搭建的营地，青菜已经结满了菜籽，种植的西兰花也已过分成熟，包菜却正是收割的好时候。而用紫兰草制作的糯米饭，相信广西的老铁应该比较熟吧。旭日东升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赛家背着竹篓要回到原先搭建的营地采摘自己种植的蔬菜。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下，由于这博主把以前的视频删除了很多，小编没法把剧情串联起来，就没剪早期的视频了，包涵。当快到营地时，就能看到先前种植的芋头没长多大。来到营地，赛家也是打扫起了营地中的落叶。虽然不在这里住了，但在这里也有着一段美好的回忆。完美的防空洞可以躲避老婆的追杀。等清扫完，赛家来到自己种的菜地，长期没人照看的菜已经结满了菜籽，而种植的西兰花也已经过分成熟，开始开花结籽。但这包心菜却正是采摘的好时候，颗颗饱满，没有被虫子祸害。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喂猪，都是非常不错的食材。赛家手起刀落，开始采摘包心菜，要把整个竹篓装满，毕竟来这里一趟也是有一定距离的，这次能装多少装多少。等摘完包心菜，
赛迦又选了几颗相对较为嫩的西兰花带回去，留在地里也是浪费，用来喂猪还是不错的。采集完了蔬菜，赛迦背着竹篓一步三回头的望着自己打造的房子，恋恋不舍的离开。毕竟在这里也是生活了好几个月。等回到了农庄，赛迦把采摘回来的包心菜切碎，准备给野猪们制作食物。接着把剩余的木薯也切成小块，投放到铁锅中，而后又到农庄内砍了一些刚长出来的芭蕉树，切碎后一并装进铁锅中，满满的一大锅足够野猪们食用了。然后赛迦又切了些包菜，给农庄内的鸡群安排上新鲜刚到的食材。等到蒸煮的食物冷却后，赛迦先给猪圈中的野猪喂上食物。今天换了些食材，让野猪们吃得更加起劲，验证了那句话：猪相对来说还是喜欢拱菜的呀。喂完大野猪，赛迦来到产房给母猪妈妈也喂上食物。而这时也是到了赛迦每天必做的项目，开始撸起了几只小家伙。几只小野猪直接躺平，享受着来自老父亲的按摩。阳光明媚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赛迦把农庄内挂在枝头上已经变黄的芭蕉都砍下来，也能给野猪们当个零食吃，而且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。给野猪妈妈喂上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芭蕉。对于野猪妈妈，赛迦也是特别的照顾，给她剥芭蕉皮进行投喂。而这时也到了今天撸小猪的时间，自从小猪降生以来，没有一天落下过。之后，赛迦给猪圈中的几只大野猪也一样投放些成熟的芭蕉供它们食用。忙完了动物们要吃的食物，赛迦着手准备自己的食材，把切好的菜放进滚烫的开水中浸泡，而后把经历过开水洗礼的菜放到塑料桶中进行储存。如此的做法，大家又是否见过？这做出了的是酸菜吗？评论区留言解惑。接着，赛迦把采摘回来的紫兰草放在盆中清洗，然后加上水放在火上先煮着，等待煮出来的红色汤汁。而接下来，赛迦把淘洗好的麦子和糯米进行混合。今天要制作一种当地的特色食物，把锅中已经煮得变色的汤汁倒入大盆中，用木勺进行搅拌，使大盆中的糯米能够充分的吸收汤汁里的颜色。等到糯米完全吸足汤汁后，赛迦把米放进特制的竹篓中，接着把特制的锅具放在火上，然后把竹篓放在锅上进行蒸煮。天色也暗了下来，等明天早上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糯米饭了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迦给农庄内的花草浇上生命的源泉，而接下来就到了大饱口福的时候。打开锅盖，紫色的米饭冒着白气，软糯飘香，把已经蒸了一个晚上的紫色糯米饭盛出来。这要是加点榨菜，来根火腿肠以及肉裹在里面，味道肯定错不了。来自老父亲般的特殊关爱，亲自给野猪妈妈洗上一个凉快的冷水澡。鱼塘挖掘工作正式的提上了日程，叫上3、5兄弟过来帮忙，少不了推杯换盏，畅谈未来，说难听点就是喝酒吹牛。新的一天来临，一大早，赛迦就在屋前拿着锄头开始挖掘，建设鱼塘的事情也正式的提上了日程。由于前些天赛迦已经在斜坡的底部垒过了石坎，现在只要把上面位置的土挖深填充到石坎上就可以了。有了石坎的加固，就不太会出现塌方的问题。也幸好在这斜坡处的土块比较松软，能够给赛迦减轻不少挖掘时的力气。而逐渐长大的小家伙也跟狗子处上了朋友，能够在一起玩耍了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赛迦也挖出了所要建设鱼塘大小的大概轮廓。当然，要挖一个鱼塘也不是1、2天能搞定的。赛迦放下工具，在地上坐着休息会儿。等休息完，拿上刀在农庄内砍伐一些刚长出来的芭蕉树，准备给农庄内的动物弄点食物。脆嫩的芭蕉树心和叶子有足够的养分补充给野猪们。主要也是今天比较忙，赛迦就不打算制作熟食了，把刚砍回来的芭蕉树投放给大猪圈中的野猪食用。接着，赛迦给在产房中的野猪妈妈也投喂上新鲜的芭蕉树。当然，对于野猪妈妈，赛迦还是另开小灶的。有充足的营养，才能有源源不断的乳汁来喂养6只小家伙。而这次赛迦还贴心的带了一盆清水，要给辛苦的母猪洗个澡，凉快凉快。对于野猪妈妈的付出，赛迦也是非常的感激，享受个搓澡服务也是应该的。吃着东西，洗着澡，舒服1秒是1秒。而6只小家伙现在就像是7、8岁的小孩，出门就是玩，不到肚子饿就不会回来。给母猪洗完澡，赛迦给农庄内的鸡群也喂上些食物，只要撒个2、3把稻谷就行了。毕竟鸡这东西自己也能找虫子吃。完事，赛迦又开始挖掘起了自己的鱼塘。眨眼迎来了新的一天，早早起来，赛迦就开始在鱼塘中挖掘。而今天，赛迦也叫村子里的4大天王来帮忙。这个带头戴帽子的是赛迦真正的好兄弟，每次帮忙干活都少不了他。当他拿起锄头开始发力挖掘的时候，大家也能看得出他是最卖力的那一个。当然，作为主人的赛迦也立马拿来了茶水，先给大家来上一杯。虽然还没开始真正的干活，但从山下爬上来也是要一定时间的。最基本的待客之道还是要有的。等喝完茶水，5人也正式开启了工作模式。既然来了这么多人，
今天肯定要把鱼塘的主体都完成，一些细节就要靠赛迦以后一个人完成了。5人工作的也是非常的卖力，自从一开始喝了一杯茶水就没停下来过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赛迦也着手开始准备5人要吃的饭菜。在鸡笼中抓了一只鸡，处理完，把鸡放进竹制的蒸笼中，然后把特制的铁锅放到火上开始蒸鸡。就这样做出来的鸡不用吃，看着就知道这味道肯定是极好的。接着赛迦又烧了一个自己种植的干锅包菜，而最后赛迦还弄了一个纯绿色的汤，怪小编眼拙不知道这是什么植物。等赛迦做完饭，5个人也坐了下来开始吃饭。毕竟早上5人的输出还是很猛烈的，得及时的补充能量，当然酒也是肯定不能少的，这是能够增加男人不少的战斗力，毕竟酒是粮食的精华。等吃完饭，5人就继续开始了接下来的工作。补充完能量的5人也嘎嘎有力，不到几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鱼塘的基本造型，往后的细节就靠赛迦自己完成了。随着小家伙们逐渐的长大，也开始吃赛迦投喂的食物了。农庄内的鸡也已经慢慢的长大，不再那么怕人了。鱼塘的工作还是得靠赛迦一个人逐步跟进，而农庄内的芭蕉却是带来了大丰收，让那么多猪食用都没它成熟来得快。自上次挖掘鱼塘已经过去了好几天，挖出来的泥土经过雨水的冲刷得到了很好的沉降。今天赛迦再次的进行挖掘，要把鱼池再挖得深一些，足够大的容水量才能有充足的氧气养更多的鱼。把挖出来的土填充到鱼塘的堤坝上，接着压上一块大石块加固堤坝，也能让鱼池变得更深。眨眼天色就暗了下来，赛迦点灯夜挖，加快鱼塘的进度。第二天一早，赛迦拿着食物给农庄中的鸡群喂上食物。由于几只小野猪的降生，鸡群也就很少上进了，长得还是非常快的。喂完鸡，赛迦就着手开始准备野猪们要吃的食物了。用刀把采摘回来的芭蕉树苗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接着把芭蕉花也一样切成细条，最后把绿色还未成熟的木瓜也一并切了。3种不同食材的混合所带来的营养已经足够野猪们的生长所需。等把铁锅的食物放在火上煮着以后，赛迦接着挖昨晚没完成的鱼塘，所剩的位置也不多了，挖个几10分钟就能完成。等挖好鱼池后，赛迦找了一根竹子，在竹节的2边各自开一个口子，接着把洞口和洞口之间的位置削去，然后再把中间的竹节掏空作为引水的管道用。打通了水管，赛迦挖一个立住的桩洞，要把水管稍微架起来点，接着再把管道埋在流水出口，先给鱼池蓄上水，也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准备。忙完这些，煮的猪食也差不多好了。赛文用水把食物稀释好，接着直接倒在猪食槽中供野猪妈妈食用。而随着小野猪们慢慢长大，也开始吃赛迦投喂的食物了。看着它们一点点的成长起来，赛迦也是比较欣慰的。在这猪圈中也少不了赛迦的一顿抚摸。接着赛迦把剩余的猪食也喂给几头大野猪食用。在这农庄中最耗时间的就是这些野猪了，赛迦也足够的细心把野猪养得身宽体胖的。给动物们喂完食物，赛迦开始忙鱼池中的工作了，给筑起的堤坝浇上水，而后用木棍把堤坝的墙面给敲实，防止墙面不够紧实而带来的塌房和漏水。用木头敲完后，再用铲面把泥土拍实抹平滑。这次的工作主要还是在斜坡底部用泥土刚垒起来的墙面。等弄完鱼池，赛文开始给农庄内的植物除草松土，种植的芋头也已经有40-50公分高了，非常的喜人。接着赛迦给农庄内已经果实挂满枝头的橘子树也松松的，这小编应该不会看错吧？不太可能是柚子树。最后给长出不久的木薯也除草，别让其他的植物给分去了土壤中的养分。等忙完，赛迦把农庄内已经变黄的芭蕉树给砍伐倒进行采摘，如果不及时的把芭蕉收了，可就便宜小鸟和虫子了。足足有7串快要成熟的芭蕉，赛迦先是摘下了一个芭蕉自己尝尝味道如何，忙了一天确实也要给身体补充点能量。随后赛迦把已经成熟变黄的芭蕉投喂给野猪们食用，单单这芭蕉可能就能喂饱所有的野猪了。农庄内的小野猪生长得非常快速，原本只有一个手掌大的小家伙，现在一只手抱着已经有点吃力了。主要还是赛迦往哪倒食物，它们就出现在哪里。由于农庄进入正轨，老婆也即将过来生活，赛迦来到竹林中建造一个秘密基地，可供自己必要时躲藏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迦背着背包在竹林中寻找合适的位置，要搭建一个自己的秘密基地。当然，要打造秘密基地的话，必须要在营地附近找到水源的存在。赛迦对这一带的地貌还是比较熟悉的，来到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小溪旁停下稍作休整，当然也到了此次的目的地，选了一个竹子没有那么聚集的位子，正式开启了这次的搭建。赛迦从背包中拿出所带来的工具，接着在竹林中找了2根手臂粗的小树，削了2根木棍作为镐子和铁铲的木头，
等装完工具，赛迦先用镐子在地面上刨出要挖的大概位置，而接下来就开始枯燥的挖掘工作。用镐子先把地面的泥土刨松，接着再用铁铲把已经刨松的泥土铲出坑中。赛迦要在这原先地面的基础上再向地底挖差不多1米左右的深度，搭建一个像是防空洞一样的住所。毕竟要躲避危难的时候要足够的隐秘才行。赛迦在睡觉的位置用泥土留了一张仅供自己一人睡的小床，而后在床的对面用铁锹掏一个深洞作为以后生火做饭壁炉的烟囱。虽说住的地方小了些，但日常所需的生活条件必须满足。接着赛迦把削好的竹片整齐地插在烟囱的周围，然后用树藤内外穿插地进行编制，要把整个烟囱给抬高。等编制完，赛迦把整个用树藤编制的烟囱用黄泥铺上，确保烟囱不会跑烟。做完烟囱，赛迦生起火烘烤着刚铺上去的黄泥，而自己也开始了下一步的工作，把带有插枝的立柱摆放在居住位置的4个支撑点，接着把立柱底部位置的土用力的夯实，然后赛迦把早已准备好的横梁放在立柱上，再用树藤进行结实的捆绑加固。等完成了营地的主体结构，赛迦用已经干枯经历过风吹日晒的竹子进行铺顶，直接把竹子夯进土中，减去了捆绑的麻烦。铺完再盖上一层塑料膜，抵御雨水所带来的烦恼。最后用土把整个屋顶掩埋起来，跟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在房顶的泥土上铺上一层枯叶，再在屋顶种植上在这竹林中随处可见的植物，完全的融入环境。在昏暗的房洞中点上几根自带的蜡烛，如此一个可供一人生活的秘密基地就完成了。等回到农庄，赛迦给饿了许久的野猪们喂上食物，而听到呼唤的几只小野猪也加入了进食的行列。当然，小野猪的到来肯定是要给赛迦玩一会儿的。原本只有巴掌大的小家伙，现在也已经长到用一只手抱着有些吃力的感觉了，而这也离不开他们能在农庄内自由活动的关系。给母猪妈妈喂食的时候，6只小家伙已经在公猪那里吃完了第1餐，又跑来这里吃第2顿，这也是为什么小家伙们能长这么快的原因。等喂完了猪，赛迦给农庄内的植物也浇上生命的源泉，而后到鸡笼底下捡一些已经风干的鸡屎，给新长起来的瓜苗施上最天然的肥料。等忙完营地中的事务后，赛迦又回到了自己的秘密营地，决定晚上试睡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下集赛迦那漂亮的老婆将来到农庄生活，又会带来怎样的不同呢？农庄迎来了女主人，而赛迦从小带大的小野猪却很抗拒她的怀抱，撒腿就跑，而这又像不像你第一次去丈母娘家的时候，默默地坐在角落。新一天的来临，赛迦一大早就在农庄内砍伐新长出来的芭蕉树，准备投喂给农庄内的野猪食用。今天赛迦要尽快地完成手头上的工作，之后要到老丈母娘家把媳妇接到农庄来。赛迦把砍伐回来的芭蕉树投喂到猪圈中供野猪们食用，而这些芭蕉树只能算是给他们吃的小零食，等把媳妇接回来之后还需要用熟食进行投喂。而另一边，小慧正跟着年迈的父母在自家的山头上把没结果的芭蕉树给砍伐倒，然后劈成小段，让其自行腐烂，给土壤带来一定的养分。而小慧所穿的衣服，大家能否看出她是什么族的服装吗？山头的面积非常大，斜坡上已经长有1米多高的杂草，也要适当的进行割除。等把山头上的杂草割完，一家3口也就拿着工具返回了。等回来后，一家3口坐在门口包着玉米聊着天，享受着这一刻的轻松时光。没过多久，赛迦也就兴冲冲的来到了这里。进屋后，坐在门旁跟老丈母娘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，多少有些拘谨。喝完1碗水后，就带着小媳妇向着自己的农庄出发。回到农庄，赛迦就带着媳妇参观自己养成身宽体胖的野猪，还有那屋顶上正盛开着非常鲜艳的花朵，然后拿着食物展示自己养的走地鸡。等参观完，小2口也正式的开启了今天的劳作，把已经煮好的猪食用山泉水进行稀释，而后到猪圈中进行投喂。媳妇也拿着锄头开始整理起猪圈中的垃圾。等弄完垃圾，小慧也加入了投喂的行列。要先跟野猪们建立起感情，投喂是最好的方式。几只小野猪也是闻讯而来。赛迦把小家伙介绍给女主人认识，而第一次见到女主人的小家伙也是非常的抗拒，疯狂的挣扎，逃出了女主人的怀抱。喂完大猪圈中的野猪，给产房中的猪妈妈也喂上食物，而后小慧拿着水壶给赛迦特意为自己种的月季花浇上生命的源泉。赛迦也是一个非常懂得浪漫的人呀。等浇完水，小2口为新长出的瓜苗除草，让它们能在土壤中吸取更多的养分，从而得到快速的生长。除完草，再撒下纯天然的山泉水，确保水分充足。忙完这些后，今天的劳作也就结束了。而此时赛迦却拿出了他的大背包要出门。大家能想象得到久旱逢甘露，刚团聚的小2口，赛迦却就这样走了，是为什么吗？每天喂养农庄内野猪的工作必不可少。由于小慧老闺蜜的到来，导致赛迦昨天连夜出行，让出了床位。
有朋自远方来，一顿大餐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宁静的山上，随着一声声劈砍木材的响声，又迎来了新的一天。一大早，小慧就拿着斧子开始劈砍日常要用的柴火。提前的准备可以在做饭时随时都能用上，不必到时候再着急忙慌地进行劈砍了。砍累了，倒上一杯水，坐下来跟自己的老闺蜜聊会天，休息一下。坐了一会儿，等休息完，两人开始把劈砍好的木柴整齐地码在厨房中的木桌下进行储存，要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拿取。而后两人把砍柴所残留下来的木屑清扫干净，着手准备给野猪喂食。而今天女主人也是给野猪们准备了难得一吃的白米粥，用纯天然的山泉水进行对食物的稀释。接着两人抬着大盆往猪舍中走，先给产房中的野猪妈妈和6只小家伙喂上食物。6只小野猪也算是在这农庄内的生力军，往后壮大农庄内的养殖业必定要有他们的加入。等喂完一家7口，给大猪圈中的4只野猪也喂上食物。评论区老是问母猪是怎么怀孕的，那么现在给大家解答，来给个大特写，看最大那头野猪，不用我多说了吧。等喂完猪，赛迦也是扛着竹子回来了，而此时的两人正在为农庄内的植物除草。进行完简单的问候，赛迦也加入了除草的队伍。木薯的长势非常之快，而这也少不了赛迦隔天为他们除草所带来的效果。三人聊着天，很快就把种植木薯位置中的杂草给清理完了。之后赛迦在种植瓜苗位置的地上挖桩洞，要给瓜苗架上攀爬架供瓜藤攀爬。而小慧和她的闺蜜把赛迦带回来的竹子劈砍成一根根的竹片，挖完坑洞，把准备好的竹筒放进桩洞中，再把立住结实的夯实。先用竹子架起一个独木桥，然后用竹片左右交叉的架在做好的独木桥上。俗话说得好，男女搭配干活不慢，而有2个女的就更快了。把瓜苗藤绕着竹片任其攀爬，有的瓜苗都已经开始开花了。三人干活，而一旁的老闺蜜还得好好的吃把狗粮。等忙完，三人一起坐下来休息会。接下来就该准备晚饭了。赛迦在给鸡喂食时，趁其不备拿下了一只，而后给鸡脱去衣服，再掏心掏肺的洗个凉水澡。完事把洗干净的鸡放进铁锅中，拿去给它蒸个桑拿。接着赛迦又用鸡血炒了个苦瓜。今天老婆的闺蜜来，必须要多整几个菜，简简单单的4个菜还是挺不错的。而这汤是怎么个事？多多少少有点糊弄人了。煮鸡的那锅老鸡汤怎么还藏起来了？这是要晚上给自己补充能量吗？年龄小的总能得到特殊的照顾，当然这也是跟动物培养感情的好时机。逐渐的小家伙们也适应了女主人的存在，把新建鱼池的水全都放完，清理掉鱼池中的淤泥，准备养鱼。而在这水池中早已经有了新住户。新的一天来临，小两口给农庄内几只自由散养的小家伙喂上些小零食，赛迦也背上了竹篓，准备到山上拉点柴火回来。简单的挥手道别之后，小慧给看家的老2和老3喂上食物，而这也引起了几只小野猪的注意。但吃东西的老2可不会惯着他们，眼看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，却被小慧制止了。善良的小慧把盆中剩余的食物全都喂给了几只小野猪吃，轻柔地用手抚摸着吃东西的小家伙，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。之后小慧拿出煮好的猪食，用泉水进行稀释，然后倒进猪食槽中进行投喂。年龄小还是有优先权的。几只小家伙在猪圈外先吃了起来，接着给野猪妈妈喂上食物。几只小家伙已经完全成长起来，等过段时间可以把母猪重新的放回大猪圈了。最后终于轮到大猪圈中的野猪进食了，很符合现代的标准，小的先吃，接着给老婆吃，到最后才能轮到大公猪。喂完动物，小慧在农庄内给地里的植物除草，种植的玉米杆上已然长出玉米棒，而在冬瓜藤上也结出了几颗小冬瓜。等除完草，小慧背着竹篓跟着一群小家伙去收取农庄内已经成熟的芭蕉。由于农庄内的芭蕉过多，没有及时的收割，现在挂在枝头上的芭蕉已经完全变黄。直接的把芭蕉掰下来放进竹篓中，省去带着枝头背回去的麻烦，倒也是能省下不少力气。到最后还是带了一串半成熟的芭蕉回去。回来后直接给农庄内的动物安排上新鲜采摘回来的芭蕉。就这样的投喂方式，如果动物们还长不胖，那肯定是动物自己的问题了。而此时赛迦背着柴火也从山上回来了，把砍回来的柴火全部放进厨房中。随后小两口来到鱼池中，把鱼塘中的水给放了。等鱼池中的水放完，小两口把池底的淤泥清理出来，糊在堤坝上。而从没投放过东西的鱼池已经有了新住客。新的一天从投喂农庄内的鸡群开始，而几只小家伙早已混入其中，跟鸡抢着食物吃。随后小两口开始准备给野猪们制作食物。由于几只小家伙逐渐长大，所需食物的量也随着加大，满满的一大锅食物放在火上煮着。小两口也重新开始堵放水口，等这次给鱼池堵上，就可以正式的蓄水养鱼了。小慧把石头投放到出水口，赛迦用土一层层覆盖上去，加强堤坝的牢固性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堤坝也恢复了原先时的状态。赛迦重新给鱼池蓄上水，
而后把已经冷却的食物稀释好，喂给猪圈中等待已久的野猪食用。等喂完猪，小两口来到了竹林中砍伐竹子，要在母猪住的小猪圈上增加上些竹子，减少竹子与竹子之间的空隙，不再让6只小家伙进入其中，正式的给他们断奶。砍伐了足够的竹子，赛迦把竹子捆绑起来，方便背回去。等回到农庄，小两口把砍伐回来的竹子用野生的铁丝捆绑在猪圈的底部，阻止6只小家伙们的进入。小慧给野猪妈妈喂上些玉米粒，抚摸着野猪妈妈，增加一下彼此之间的感情。随后给正式戒奶的小家伙也喂上些玉米。